就算是这样打，你的整个人啊，你的整个人要有，晓得吗？你的整个人要有那个真的要打他的那个样子，意念要出来，这种东西没有。打的时候从下面往上走，按常常我认为他会打这里，结果打这里，所以我手这边被打到。那你的身体反应是，你受威胁的点是在哪？我这里。那是你看的，你身体呢？你来打我，你打他，我看看。我比较没有那种威胁感。对啊，他说他没有威胁感，怎么办？啊？有的时候有威胁感。你在打的时候哈，你不能光是手的动作，这个威胁感比较小，因为你没有要打，你没有要打，所以你就算是这样打，你的整个人啊，你的整个人要有，晓得吗？你的整个人要有那个真的要打他的那个样子，意念要出来，这种东西没有，这种没有，对，没有打斗意识。晓得吗？你 Hello， 你们要注意这个哈，就是你们很多时候练拳啊，没有打斗意识，就是那个意念。所以我常讲，你们的招式没有那个势出来，这种拳它没有势，你再大的力它没有势，它没有势。什么叫做势？当我要打他的时候，我打他的意念出来了，我的力量就已经去了。所以当我这样子一打他，当我一这样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去了？他的威胁就有了嘛。所以你的拳要出来，当我一这样的时候，他就有那个感觉了。所以你们所有的在打，除了我是在练，比方说太极拳，我在练平和，我在练气，我在练心性的时候，我不用这个，可是你在练套路，你在练拳，比方你练炮锤，你练什么东西，你要有这个东西出来啊。你在练拳要有这个东西出来嘛。你打一个炮锤，啪，你就这样子打，他没感觉的。我这样打，你是不是没有感觉？可是我这个拳如果是这样打呢，我这样打，你就会有感觉了嘛。那我们真正在打人的时候啊，你必须要有这个势嘛。可是师傅，这样你的势不就透露你要跟我进攻吗？对啊，可是势可以变啊，势能变啊，而且对我来讲，势可以大可以小，就是说我同样打你，我同样做一个势。同样做一个比较大的势，我同样是打他，做一个比较大的势是什么？是这样子，这个势大嘛，你再回来，我做一个小的势，我的动作只是这样子啊，我的势只是这个样子，而我不会做到这个程度啊，我的势在我的意念一出来，那个势就出来了。对，这样不懂？可是你要有这个，真正练拳，你要有这个东西出来。两种让别人感觉到威胁的有两种势，一个是我刚才讲的这个。
我要打你，意念出来，我要打你，那个势是要打你的势。这是一种势，它在流动。还有一种势是什么势？平静的势。你常常会觉得一个人，你面对他，他非常的平静。这个时候你不敢打他，因为那种平静当中会有一个势出来。你们曾经体会过吗？跟那个老虎要出来一样，老虎也没有说要扑你啊，可是老虎啪走过来，你就怕了。我不是说那个动物曾经跟那个乳牛啊，在英国一个牧场跟牛，我在门那个地方，那个牛开始走进来，我跟它隔这样近，那个牛就很慢哦，从我旁边走过去，然后那个眼睛啊就斜着看我，你就感觉到它那个势了。他没有要怎样，可是以他那个姿态跟那个眼神一出来，他那个势就出来了，会有一个气场。对，那是他们本身产生的，他没有说要刨蹄啊或者什么要攻击你，没有，他就是在那边，他的体态，他整个场就出来了。所以有很多东西，它的力量是在它里面产生出来的。你到英国 Shire 有一种马叫做 Shire， 你知道吗？拉车那个马这么高，马背，我站在他旁边啊，他的背跟我的头一样高，那么大的马，站在他旁边你都会怕，就是这个，这也是一种势。老师，势跟意思是一样吗？势是一个力量要动还没有动。或者已经在流动当中产生的势，我这个力量还没动，我在那边酝酿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势。然后水库里的水装满了，那是一个势；水库门打开流出来，那也是一个势。所以它有两种势，是不是？一个是静态的势，一个是它开始动了，动态的势。静态的势也很可怕。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是要练出让人家察觉的，还是不让人家察觉？你先要练出动态的势，你先要掌握住那个动态的势。当你的动态的势产生出来以后，你才有那个意念，你的动作里面才有意念。因为你们刚才这样练的时候，你没有意念，你的头脑不晓得跑哪去了。你出这个拳，可是你的意念里面没有出拳这回事情，对，听不懂？所以先要练出有势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意念就进来。当你的意念进来，造成那个势的时候，势又造成你的动作。当这个东西做出来了以后，你不动，你的势不要动，那个势就满的，那个势就在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那样势不动的情况下，我势不动，我打你，我这样子的时候，我打你，我这样就打了，晓得吗？我这样就打，我就不需要这个了。听不懂？啊。所以你们在练习的当中，出拳的人要有这个东西出来。你在练拳嘛，练拳就不要练出随便，因为你没有意念，没有势的情况下，你去挥动那个手臂，没有意义啊，没有意义啊。就我说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嘛？你这个手出来，你为什么？我们不是为了随便好玩啊，手来。我们不是为好玩嘛，是不是？不是嘛？它有一个目的的嘛，所以你这个目的性要出来，晓得吗？你们常常在练习当中，你没有那个目的性，不晓得你
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不是？啊，晓得吗？跟很多太极拳练或者很多练对练的，我这样打他那样走，两个只是在走位啊，动作变化，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你真正在干什么啊，因为里面没有力量的流动，攻击的人没有攻击的意识，防御的人没有防御的意识，只是照跳舞一样，照那个来走动，所以身体不会有反应，晓得吗？身体没有反应，它只是习惯性的在移动那个变化，那这种对练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说，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在走位也好，练习也好，其实我们的念都不能收，即便当然嘛，随意的一拳都要有它的假想。我们不要讲别的，你看人家拳击练拳击的，拳击不是有陪练的吗？那个陪练的你是不是要花钱请？而且陪练的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哎，陪练的也有一些是曾经的冠军哎，为什么要他来陪练？为什么不是随便的人拿一个靶就可以陪练？因为我在练的这个人，我在打你的时候，我是真正的打，我是真正要打你啊，所以我打出去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接得住的，能够反应得出来的。所以陪练的人程度越高，我越可以跟真的一样打你。所以很多陪练的被打晕了，听不懂？人家这个才是对练啊！所以武术的对练，武术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要搞清楚嘛。所以武术不是说你去跳广场舞，你去跳那个国标舞嘛，不是这个嘛，晓得吗？你们只要是对练，就要有那个意识。你可以不要真正打上去，你可以不要用力量，可是你那个东西要有，让力量流动起来啊，否则练一天也没用。那武术需要叙事吗？还是叙事只是一个想法，而不是动作？叙事是一种练习，叙事啊是一种练习啊，是你在动以前的那个练习，好像你们看那个豹子老虎要扑一个猎物，它慢慢匍匐在草丛里面匍匐着等机会，到真正要扑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张力把它拉开，这个时候是在叙事，然后啪一个扑出去嘛。可是你去看，它如果没有草丛可以躲呢，它还要叙事吗？它不会说在一个平原上面没有地方躲，它要去杀那个动物，它到它前面还做一个叙事吧？没有啊，听不懂啊？所以它一出去就是事，它从常态当中一动就是事，一动就是事。练拳也是一样。我们练拳，你练到后来，你练到习惯了什么？你看不出你要动，你就动了，就这样子啊，就是没有准备，没有一个准备式，没有一个准备的动作。有准备的动作，那是在练习中可以。那你会叙事，会发这个事了以后，这个东西就要去掉了。晓得吗？所以你们练太极拳，比方最明显的是那个按嘛，按你们出来按在这个手回来的这个一收脊椎上来，这是一个序，然后发出去嘛。那你说你真的要按别人，你还可以做这个吗？不可能的，因为你一做这个的时候，人家就进来了。
不可能的，是把别人一带过来，啪就出了。你不可能去做这个的。有对手的情况下，你不可能去做这个，你不可能去做这个。啊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记到你们练习的时候要有这个东西出来。可是我提醒一下，你有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啊，你不一定要有什么，你不一定要有杀气出来。也就是说，你不一定，比方讲我这个，我练出了，我有一个势出来，我想要按出去，我们只是做出这个动作跟这个势出来，可是你的眼神，你的真正，你不要做出来一个好像要杀死对方一样，这个东西要收敛起来。这样不懂？这样懂哈？啊，所以两个人在互练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打出气来，所以旁边的一看或者对手一看，你眼神变了就要停，眼神一变就要停，听不懂？你真正在自卫的时候，真正要杀人，你可以变。练习中不可以。好，再试试看。合住，你的手是另外一动。手松。你就放上去啊，哎，